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继25家美国军火商窜台，近日有新的消息说呢，这些军火供应商打算推销 FA-18E F 超级大黄蜂战机，试图让台军购买，以替代现役的幻影2000。据悉 FA-18E 目前仍然是美国航母打击群最倚重的外围防卫者，不仅空中作战能力强大，而且能够斜挂12枚空导弹。某种程度上呢，对台军而言确实是加强军事力量的秘密武器。但现下要说的是，美国方面试图让台当局购买超级大黄蜂，很有可能是该国对台海的这个情势又一次的刺探。超级大黄蜂的性能是很强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大黄蜂的用户都已经开始紧跟美国海军的脚步，选择下一代的新机种了。而这种情况下，美国把大黄蜂推荐给台当局，估计是想让台军接手二手战斗机。顺着这个角度，美国军火商推销很可能是在刺探，看台湾地区对此它是什么态度。当然，也不排除美国想在此届测试大陆的政治的容忍底线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敌意的不断增强，那么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动作就越发的肆无忌惮。尽管中方也多次警告，甚至展开了军事活动予以警告，也没能让美国停止危险行为。而基于此，面对美国军火商的又一次搞事情，外界声称中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原因呢是央视曝光了中方的一大后手。说是后手，其实也是一大武器威慑，那就是万吨级的船坞登陆舰。那么根据央视的报道，该登陆舰不仅具有极佳的攻坚能力，能够在第一时间满足海上登陆以及桥段运输等两栖作战的强大功能，而且反应很快。如果美国有任何的小动作，都能够迅速将其击毙在萌芽阶段，因此被称为叫夺海岛神器。而近些年来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步伐发展，奈何一些国家见不得我国好，想尽了办法叫针对打压，美国就是其一而对于美国的挑衅叫板，我国过去最多的就是口头警告。然而这并非如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不希望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准确的来说，中国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制美国。其实这次央视释放的就是不简单的信号，国防力量的展现无形之中是在警告美国别再往前，别再把手伸向台海。而在我们眼里只有强有力的军事实力才能够让那些不怀好意的国家或者是老政客望而生畏，自此也就不敢再来挑衅叫嚣，以最低的成本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同时，也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发展，无异于一石二鸟。而事实上，早在美国军火商有意推销大黄蜂之前央视就已经曝光了万吨级的船坞登陆舰。而从时间上来看，我方变相警告是在美国军火商推销战机之前。那么真要说威慑，那估计这威慑也是针对美军派200多名教官进驻台湾地区。既然是这样，美国怎么还刺探台海情势呢？想来一定是出于一种侥幸心理，才没有在台海问题上死心。而基于一直以来中国的好说话，一方面呢，美国想再制造一次事端的挑起两岸冲突当然这也是美国企图挑起台海冲突的最后一次使劲。另一方面呢，美国或许也知道我国的耐心和仁慈已经耗尽，所以想再赚台当局一笔钱。而毕竟对美国来说，台湾地区不仅是挑起两岸冲突的切入点，更是自己获得利益的关键来源之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